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今天韦恩想要聊一聊一些关于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出口的感受。想聊这个话题呢，有一部分也跟我这个人的个性蛮有直接的关系。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感受性很强的人，我是一个很多感受很容易有感觉的人。那其实这个感觉多这件事情跟所谓社会给我的一个形象不是那么符合。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在面对这个表达感受的这件事情，我其实很常会碰到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呢，就是旁边可能就会有人跟我说，韦恩，你是一个男生，感受不要那么多。这个回答其实让我还蛮困惑的。我是一个男生，所以感受不需要那么多，不要有那么多感觉。似乎一个男生在情感的一个表达上，在表达感受的这件事情上面不是那么合理。男生不应该成为一个好像很能够表达感觉，然后很多感受，甚至是那种感情很细腻，说感觉的人，甚至是动情到掉泪，看到一些让人感动的事情，可能就是会哭。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呢，在经验上面其实是很负面的，非常负面的。因为旁边的人呢，总是会让我觉得说，不行，韦恩身为一个男生，我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哭，哭就不符合一个男性的形象。我也不要随随便便的一天到晚感觉这么多，因为感觉多也不符合一个男性的形象。这也因此让我开始去面对一件事，我不能表达感受，我也不能随便的哭，那我就只能把它往肚子里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多少都还有一点影响，就是我在面对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刻。我妈妈是在我面前过世的，那她是因为癌症，然后在医院里面过世。这件事情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我妈妈断气的那一刻，那一年我才国2，大概13、14岁，我非常的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那一刻呢，不知道为什么下意识的就拿起了我妈妈的眼镜，然后我就很想把眼镜带回到她的脸上，因为那是她在我生命中印象最深的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眼泪已经在眼眶，然后整个人的难过的情绪已经几乎就差那么一刻我就要爆出来。我妈妈在过世前，我们有请了一个看护。那时候她看到我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立刻制止我。她就跟我讲说，不可以，你妈妈现在已经过世了，那她在那个地方呢，已经没有任何病痛了，所以呢，不能给她戴眼镜，因为在那个世界她已经不需要戴眼镜了。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哦，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还是用一般台湾民间信仰的方式来处理，而那时候我也不懂，所以我就只能把眼镜又默默的放回去。接着这一位看护又再提醒了我一句话，说你千万不可以哭，因为呢，如果你哭了的话呢，你妈妈的灵魂会舍不得你而留在这个世上，她就不能去投胎了。哇，这一个回答让我里面怎么样都得压抑我里面的那个难过，因为我不想要再也见不到妈妈。妈妈如果能投胎，我可能还有机会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她，甚至她可能投胎做我的女儿啊或儿子之类的这样子。所以我不能够让她就这样子在世界上当孤魂野鬼。所以我一直到丧礼结束的过程，我都必须忍着自己的眼泪，忍着自己的感受。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情呢？因为这是一个我最具体而且印象最深刻，影响我去表达情绪的一个最真实的写照。从小到大，其实我不太懂得如何去表达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那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其实对我而言是非常痛苦的。
小时候有时候会很生气，印象很深，我小时候会很生气的时候，我就只会气，可是因为不能哭，那有时候那个生气到我自己很想哭，我就只能憋着，然后我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生气的感觉，或那种很渴望被了解，很渴望去解释，很渴望把事情说清楚的那一种内里的内在的那种感受，我变得说不出口。而这个说不出口影响了我怎么样去跟人表达我现在怎么了。更辛苦的一件事情是，纵使我现在或后来长大的过程里面开始有人帮助我，或者是在一些课程当中也提醒说我们要为自己的感受命名，要为这个感觉，然后要为自己的状态尝试的去找到合适对应的词，我也找不到。因为我几乎没有学到太多的感觉用字，这一点让我开始去思考我的成长过程的这一切情感的压抑也好，或者是无法命名的感受也好，又带给了我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深度包括了它影响了我怎么看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命名的感受被一个很统括的名词，就是刚刚我一直在用的感受、感觉，我感觉不好，我感觉很好，用这样种很统括、很概括的方式来呈现了我的感觉。可是事实上，有好好去了解、学习一些情感用字的人就会知道，愤怒跟生气其实它是有落差的。可是对我而言，在表达感觉的时候，愤怒跟生气都只剩下感觉不好，或者是我只能说我现在很生气，但是这个生气的程度到什么样子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表达的感觉包括像是妈妈过世之后，我有一个其实到现在我一直这个感觉都还存在着，就是我很渴望被呵护，我很渴望得到安慰，我很渴望能够在一个人的怀里尽情的哭。这个感觉，这样的感受，一直以来我是没有办法去命名，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表达的。这也是到了后来大概近10年多的时间，我也才开始渐渐的在练习怎么去表达我最真实的感受，还有去区分这个感受到底是来自于我的里面，还是旁边的人的感受。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谈这个没有办法表达的感受？我们很多人真的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不光只是男生，有些时候连女生都不见得能够很具体、很准确的表达自己正在感觉什么，正在经历什么。那还有一个更现实的一件事情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别人的感觉，更没有时间去研究自己的感觉要怎么命名。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够表达，人有感觉，而且这个感觉会影响我怎么看别人，我怎么看自己，更会影响我要不要去建立关系，我要怎么在这个关系当中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而当我们的感受没有办法好好的被命名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其实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跟我们所讲出来的状态是不一致的，反而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前一阵子我在网络上面，在 FB 上面，我看到有一个影片哦，这个影片很有趣，他在讲说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其实这是一种童年的创伤。那让我好有感觉，我从小其实就开始被建立出我不应该去麻烦别人，我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这个概念怎么来的，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是到后来妈妈过世，然后我也开始在面对我的性别的议题的时候，我才发现到说，我妈妈小时候一直在灌输我一件事，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妈也不知道为什么灌输我这件事情，就是伟恩，你要成为一个独立有能力可以解决问题的人。这一句话时不时的出现在我跟妈妈的对话当中的时候，在我的解读里面，它就变成了
我要自己去解决我所有的问题，因为我如果有求于别人，那会成为别人的麻烦。但事实上，什么叫做成为别人的麻烦？什么叫自己解决问题？我也不懂，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做独立的个体？要成为独立的人，我其实也不能明白。我不断的在吸收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吸收这样子的一个对我这一个人的算是一种要求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会去否定我的感觉，不知不觉的会把我的一些感觉定义成我有感觉等于不成熟，以至于我更不会去命名我的感觉。因为当我有感觉出来的时候，那感觉不管是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我都会觉得说我不能太多，太多我就不成熟，我不能讲，我讲了我就可能会被骂，可能会被责备或被批评。这也符合我之前在讲的，我身为一个男性，我在社会的观念，在家族身边有人的观念里面，就不应该有太多的感觉，就不应该哭。但是这真的有帮助我吗？并没有，我只能压抑，或者是从压抑变成一种我必须去拒绝，去否定这些坏感觉。我并没有在这个感觉当中得到很好的释放或很好的安抚。就像我妈妈的过世，我也没办法自由的去释放出我妈妈过世带给我的悲伤，带给我的痛苦，带给我的不舍。我不能说出来，我不能哭出来，我只能故作镇定，成为一个稳定的男人。但那时候的我其实还只是一个孩子，而我里面的那些感觉也就只能藏进抽屉最深处的地方，把它放在那里。后来当我开始在面对我的性别的认同，我的情感的需要，在那里面引发出我的一些很内在的事情的时候，到后来我开始慢慢的在整理我怎么看我自己这一个人的身份，我这一个人的价值，我这一个人怎么看自己的过程里，我开始发现说，哇，其实我在投射我的感觉在同性的身上，来得到我所渴望得到的关注，所渴望得到的保护，所渴望得到那一种情感的释放，可能在一些行为上面，在那当中可以得到一种压力很久，我终于可以卸下一切的自由，甚至透过性的行为，让自己可以在那一种压抑已久的感受当中得到一瞬间快速的释放。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的其实是矛盾，因为是释放了，在同性的情感关系当中也得到了一种认可，得到了一种支持，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支持是什么，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支持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存在，直到我深深的去明白了人生历程当中很多重要时刻，一些会 impact 我的一些 moment， 那里面也带给我一些感受上面的产生，而我必须要试着让这些产生的感受可以被正确的命名，我才能够让这个感觉得到合适的处理。举例来说，像我妈妈的过世带给我的是一种失落，而这个失落我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可能像哭泣，选择关起门，把自己关起来。这个失落带给我的也会有一种我没有人要了，不再有懂我的人了。而当我可以去命名在这一个感受当中里面的这些状态的时候，我旁边的人也才能够不管是帮助我也好，或者是给予他们一些方向，知道怎么来陪伴我或回应我也好，这样子才有办法在情感上面得到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当我听到我很重要的一个长辈他跟我说，伟恩，是谁告诉你一个男人不可以哭，不可以感性，不可以有很多的情绪的表达，我才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觉得对呀，为什么不行？我就是有感觉啊，我就是有需要啊，我就是觉得我从男性的身上，可能从我父亲的身上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得不到足够的一个照顾肯定，
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我内在感受的一个事实啊。而这个感受影响了我怎么去看待我会想要从同性别的人身上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回应。也因此在我没有办法解读我自己的感受或这个内在的一个真实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在投射，我其实不知道我会把我一些的状况或一些内在的渴望投射在一个跟我关系建立的很好还不错我所信任的人。当有人在跟我的互动关系当中丢回了一些他觉得我好像对他有什么期待的时候，我又会把这样的一句话丢回到我里面来看说，我不应该让人家感觉我对他有期待，或者是我对人有期待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今天这个主题我要谈的是无法表达的感受，其实也是在提醒观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你能不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还有你这个感受背后的感受是什么。在这一个快速的时代，在这个充满资讯的时代，要什么资讯有什么资讯，好多好多的名词开始出现。这些名词或这些病症，像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这些病症似乎已经很平常的出现了在我们甚至是对话的过程中。可是这个词或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我的状态吗？或者是我会不会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去隐藏，或者是想要去逃避更真实的我呢？也有可能我对这种状态的解读影响了我怎么看我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更想要去跟观众朋友分享，我觉得我们需要花时间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去碰触我们心里面一些很真实的那一个部分，那个很深，但它就是在那里。然后那一个的感觉可以用什么更具体更符合那个感觉的用词来为它命名。当我们真的了解了知道了，也正式命名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寻求别人的帮助也好，支持也好，或是我们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感觉，而不是只有停留在一种我现在感觉很差，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或者我现在很高兴的时候就我超高兴的，我非常高兴啊，高兴什么？或者是我现在很自在啊，我现在很正向哦，正向是什么？负向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有机会好好的把这些感觉给一一的命名出来，给表达出来之后，我们也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当这个感觉出来的时候的下一步我要怎么去回应它。如今的我仍然在练习，因为还有很多我的过去所累积的这些压抑，或者是累积的这些负面的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在处理感觉的时候的一个下意识习惯。因此我必须要有意识的，而且要很刻意的去提醒自己，小心你现在累了哦，你现在忙了，你现在正处于一个情绪不好的状况，你需要知道你现在所冒出来的感觉有一些并不是那么的合适去爆出来，或者是你现在冒出来的这个感觉是真的，但是让我们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让这个感觉可以适时的被处理。有些时候可以找信任的人聊一聊，宣泄一下。忙了一整天很累了，结果里面很多那种对自己负面的看法啊，那一种对自己长久以来可能觉得自己做不好的那一种的情绪啊，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去聊一聊？而且重点是这个人不是一直在解决感觉，而是他能够就是当我累了一整天了，然后心里面浮出很多很多负面的感觉，或是长久以来很习惯的可能对自己的一些负面的看法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或合适的方式，让这个感觉存在、认同、接受，但是也可以被好好的宣泄。其实我觉得这个更是这一个时代需要学习跟面对的，否则很容易
就会用很多像是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开始开喷，对，或是开始写很多的东西，然后让人家对你对人产生了一些误解，而且你在网络上留下了这些无法消失的网络痕迹的时候，其实对自己也不见得是个好事。今天跟大家大概聊了一下这种说不出来的感受，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有类似的这种困难或这种经验。我们现在在这么忙碌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好好的花时间来感受最真实的自己，其实对自己在工作上，在关系上，甚至对待自己看待自己的角度上，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加分，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才能够活得自在，活得轻松，我们才不会被这个时代，被这一个环境那么多的期待给压垮，甚至我们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放过自己，然后必须强迫自己一定要呈现出某一种的专业样貌，或某一种的成熟样貌，却忽略了我的感受需要被理解，我的感受也需要宣泄，我的感受也需要有人懂。我真的希望大家在这个时代当中，除了忙着追寻方向，或忙着不管任何的社群媒体也好，生活当中也好，在找寻前进的动力的同时，更多的有没有时间给自己摸一摸，了解一下我的感受里面有多少可以好好的被接住，好好的去宣泄，以至于活出真正最自在的自己，活出那个最独特而且自己最轻松最开心的自己。内心常常是舒服的，是平稳的，内心的压力也是可以好好的有出口的。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希望今天我的分享能够唤起你好好的去感觉你是谁，好好的去感觉最真实的你，让你的里面跟你的外面可以好好的整合。如果你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回馈，有些什么问题，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下你宝贵的回馈。如果你对韦恩的分享有兴趣，欢迎你可以对我的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当韦恩有新的分享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第一时间的收到讯息。好的，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